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4号代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工作报告中，也涉及到对港澳台工作的内容，其中提到促进两岸人员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合作、全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的表述有何深意？对于深化港澳与内地合作交流，港澳代表委员又有怎样的思考与建言？来看报道。王沪宁在总结涉及港澳台方面的工作时提到，全国政协围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开展调研，组织深化港澳与内地交流合作专题视察，完善联系港澳委员工作机制，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等协商建言，举办第6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我们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沪宁指出，全国政协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等协商建言，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举办了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14届全国政协第3次远程协商会议，其中就有提到，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有助于促进两岸人员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合作，全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此，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台湾经济是中华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蓝图过程当中，应当把台湾的经济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去认识。两岸之间在过去的几十年，其实在经济社会、在产业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成功的合作的案例。那么今后两岸在电子、机械、纺织等等这些产业领域里面，应该还是要继续的推进各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金融产业、在服务行业也要进一步探索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这些路径。刘国深表示，全国政协可以在两岸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台湾民间层面的代表性人士进行更多接触、交换意见，从而在重要节点上发出来自民间社会的声音。两岸最终完全统一的问题是必须要由两岸民众各界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推动的。那么在两岸的公权力单位沟通、对话、合作遇到困难的当下，我认为两岸的各界，包括台湾的民间社会的力量，都可以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和平发展。那么对于两岸最终完全统一，对于两岸之间的一些政治安排的问题，也可以透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交换意见和看法。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成立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台统战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统战，所以我期待全国政协在建立对台统一战线方面，未来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全国两会召开前，2月22号至23号，2024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台海形势分析判断和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他也就今年对台工作作出重要部署，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广泛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与去年相比，王沪宁在今年的讲话中强调了进一步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同时也直接点名过去1年的对台工作是在克难前行。刘国深认为，这一说法意味着对台工作虽然遇到了困难，但还是不断地往前推进。而王沪宁讲话中提到的要进一步掌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则显示出中央在对台问题上充满了自信和定力。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从于国家的整体战略。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如何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港澳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港澳代表委员们的重点关切。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5年来呢，大湾区成为了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多位来自港澳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深圳卫视的采访中表示，大湾区的变化日新月异，他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着眼未来呢，香港、澳门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当然，我们很期待这个速度可以快一点啊，大概这个节奏能够合拍一点啊，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推动。有多位港区代表委员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此次到北京开会，准备了诸多议案提案，例如对一些惠港措施进行细化，包括便利內地旅客來港等。希望可以將呢個嘅大灣區深圳嘅住戶啦，可以變成1週行就變成1簽多行，及後咧亦都可以將呢個嘅大灣區其他8個城市咧變成1週多行。如果假設香港嘅承受力係可以嘅話咧，都希望可以變成咧係全部都1簽多行。有港区代表委员告诉深圳卫视，他们格外关心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特别是香港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一呢，就是我提出了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上面，怎么样把新股通也纳进去，意思就是说，在两地上市的新股都给对方的投资者能够投资认购这个上市的新股。第二是在互联互通、深港通、沪港通的机制上面呢，希望扩大就是交易所、买卖基金。中国进入两会时间，明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期待吗？两会是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窗口，也是外界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过程的窗口。因此，每年两会都会吸引媒体记者采访和报道。可以说，两会是中国与世界重要的信息交流的纽带。在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交相关的提案、议案，将百姓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应对的建议提交上来，经过讨论之后，可能会变成政府部门的重要政策。相对照的是，两会期间会审议本年度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举措，通过一些重要的法律，也会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的指引。两会是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重要的平台，汇聚了各方的智慧。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也是两会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指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确认了高质量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如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任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原则。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起来了，这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强的基石。其中的经验也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对于一个超大经济体来说，稳和进、破和立之间需要进行平衡和把握。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深度介入世界经济体系，面向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需要更加深入了解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寻找中国的机遇，探索中国金融强国之路。金融强国建设不仅是金融体系的升级和更新，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纵观世界历史进程，金融是一个大国发展的重要的基础，世界强国也必然是金融强国。金融代表了跨时空整合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借助世界金融市场体系能够获得超越本国国界的影响力，
中国金融强国建设与世界金融体系的演变是相互促动的，在推动世界金融治理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开辟中国金融强国之路。两会时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呢？2023年，国务院各部门共承办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人大代表建议7955件，政协提案452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95.7%和96.5%，已经全部按时办结。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意见近4700条，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2000余项。在这些数据背后呢，是日常生活与政治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反映上来，寻找破解的方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就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个目标看起来很朴素，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往大了说，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态势，也会给不同的行业带来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启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会给很多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中国出口向中国市场转变。从世界经济来看，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大国需要激活市场需求。事实上，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最终消费品市场，以庞大的需求来牵引本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增长。从我们日常生活体验来说，教育、医疗、住房、出行等等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感，无论是在网上讨论，还是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其实也是要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痛点。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从农村到城市，乡土中国向社区中国转变。原来很多的观念和理论或许需要重新的检视，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如何治理一个城市社会，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稳定感和幸福感，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的议题。在这期间，当然也会存在很多的挑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去应对。